大家好，本期比特币视频来聊一聊资金流指数，散户一直在买入，会有风险吗？而且昨天视频有提到的15名的狗庄金鱼还是没有继续买入啊，因为之前这一波上涨估计就是它在推升的。等一下再来跟踪一下链上的数据，包括去年的时候在这一个底部的位置它是买了2万枚，然后在这一个箱体的区间又继续积累了2万枚，但是这几天他却不买了。不然我的观点，我们多头利润，我个人还是选择继续抱长线，但是短线有可能得注意风险。如果你喜欢本视频，帮我们点赞、订阅、加小铃铛，或者新粉丝也可以留意我们 Discord 群，上面有程序交易买卖信号。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的日线图也是讲了有一段时间，15名的这一只金鱼去年在底部的时候买了近2万枚，然后这一波上涨它都没有买但是在这个区间从6月份开始，它是继续积累了2万枚，然后这一波上涨又继续买，但是这几天已经不买了。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链上的数据，排名100的钱包地址，等一下会把链接放在视频简介里面然后我们来看一下15名钱包的地址，第一次转入的时间是在2022年的10月份，当时价格比特币是在 15K 到 16K 的底部而且目前它持有的数量是接近41000枚。所以我们点击钱包地址里面再观察一下它的数据，就昨天跟朋友们讲嘛，这几天从6号开始，今天已经11号了，它是没有再买入比特币我们可以看一下前面这一个蓝色的线，也就是这一段时间比特币一直在涨，每天都是买了近1000枚的比特币，6号、5号、4号、3号、2号、1号，我们可以看一下，就这几天，估计它可能是不是也是感觉比特币是不是涨到 44K 附近，所以最大的金鱼如果都不买的情况下，我的观点是我们先停一停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月线图这一个资金流指数，也就是下方的这个 MFI 指标。我的观点是这个指标完全可以逆向来操作就是当比特币如果是进入熊市的结构，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资金流指数，它如果是在下降的情况下，说明整个市场是笼罩在空头的氛围或者是熊市的氛围，而且说明这一个指标在下降的情况下，也是说明资金是一直在往外流出，就是没有人去关心这个比特币。所以我们看一下历史上比特币价格的走势这一个资金流指数也是具有抄底的方法。如果比特币资金流指数 MFI 的指标来到25下方，有可能就是很重要的底部。包括我们可以看一下2019年当时比特币的底部，它从18年高点下来，比特币价格一直往下跌。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个资金流指数也是一直在呈下降的结构。那我们可以看一下2019年的底部，它这一个 MFI 指标也是在25下方，比特币就是非常重要的底部。买点就是买在无人问津的位置，或者我们可以看一下2015年比特币的底部，也是一样，从14年的高点跌下来，价格一直在往下跌，资金流指数也是一直在往外流出而且来到这个接近25附近，就是非常重要的底部。所以这个指标我们要观察月线级别，目前12月已经是快过去一半，但是我们观察一下，就是这个资金流指数它在月线级别里面数值目前是在67左右，所以我们观察一下上方这个白色的区间是在80附近我们要思考一下67，那12月结束以后，它有可能会再增加8个点，直接来到75。我的观点是12月已经剩下不多了，如果12月结束这个指标数值是在75，有可能散户资金一直在往内流入，或者是主力却开始不买入比特币了，那我的观点是我们要反向去思考。因为这个指数我们可以观察一下，目前数值是67，那上个月它数值是在60附近，等于是增加了7个点，那在上个月呢，它的数值是在52，等于是增加了8个点，所以我个人是在思考，现在的数值是在67，那如果再增加8个点，接近75的一个数值，历史上接近80的位置，我们要观察它后面价格一般是怎么波动的，
75距离80，我个人是觉得非常的近啊，所以我们要冷静去思考，散户如果一直在冲动，或者是市场买入过热的情况下，特别是最近的一些山寨币都是疯狂的在炒作，我的观点是反而我们要小心啊，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比特币在2019年的第一波上涨，它这一个 MFI 指标也是没有接近80，或者是我们观察一下它这一个高点的位置，在这个位置有回撤，或者是当时在这个位置也是有回撤，或者是当时在这个位置也是有一些回撤的低点，有可能反而是我们中线或者是继续利用利润进场100倍做多的位置啊。而且我们可以看一下比特币在2016年的这一个位置，当时这一个资金流来到80附近，后面它也是有一个下跌，或者是当时在这个高位的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也是非常接近80，它也是有一个下跌，甚至我们可以看一下在17年的这个上涨的位置，它这个资金流指数如果有短线回撤的情况下，说明有可能市场是在降温的情况下，有可能是我们下一步的买点。所以我的观点，目前的位置12月只剩半个月，它如果真的还有空间，或者是突破了 48K， 或者是这个位置有可能会不会真的就是一个转折点，我的观点也都要小心，不排除下一次的买点。如果资金有降温的情况下，我们到时候去留意有没有这种转折，或者是周线里面有没有跌幅 10% 到 20% 下跌的一个买点。因为这2天包括推特上面也是有跟朋友们提示风险，特别是比特币4个小时前几天上涨到 44.7K 附近的时候，也是4个小时里面有背离啊。然后我们再来聊一下比特币4个小时 Vegas 的图表，因为还是有一些朋友不知道这个 Vegas 要怎么调出来啊。你直接点击 Indicator， 然后这边搜索 VEGAS， 要用哪一个看个人的兴趣啊。比如这一个 Vegas Double Tunnel， 你可以点击打开以后，把这一个参数改为144跟169不用去动了，然后288改成576，然后338改成676，这样子就可以了。所以我们再来观察一下比特币在今年的10月份这个位置刚金叉的点位，当时价格还在28000美金哦，也是有跟朋友们讲，低点如果不敢买，这个位置金叉上去有可能至少会再涨个 50%， 因为今年的1月份当时就是这样子啊。比特币这一个 Vegas 4个小时级别的黄金交叉144穿过这一个576跟676的通道，当时金叉的点位价格是在这个位置是在2万啊，它后面上涨到这个高点的位置 32K 附近，空间也是接近 50%。 所以现在我的观点，既然主力不买，那我的观点我们再观察一下后面这一个15名的金鱼，它会不会又像这种区间盘整的时候，在这种低点的位置会不会继续接货。所以我的观点，尽量观察吧，会不会有大局的震荡，或者是也要小心，如果比特币真的主力有挖坑，我们尽量观察它下一步会不会去测这个576或676，最后还是一样可以点我们的 YouTube。